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 ARPG 游戏《神奇小子魔物大陆》。为什么录制这款冷门游戏呢？因为大家小的时候玩的红白机版本的《西游记》就是本作的换皮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本作的初代换皮之后就变成了咱们小的时候玩的冒险岛。而且更重要的是，这个系列到现在还活着。之前在四公主的平台推出了神奇小子龙之陷阱，可能很多小伙伴玩过。本作《魔物大陆》出品于1987年，1年之后红白机平台的《西游记》发售。这里是第一关的 BOSS， 这个 BOSS 的移动方式可能很多小伙伴就非常熟悉了，尤其是当年玩过红白机平台《西游记》的小伙伴。包括最后奖励物品出来的方式。这里我是拿到了钥匙，在这里开门，咱们就通过了第一关。街机版本的流程一共是11关，应该是比家用机的版本少了一关，但是通关一次也要40分钟左右。大家注意，现在剩余血量的回复方式和红白机版也如出一辙。游戏当中能够捡到这种金币还有钱袋，除了首次击杀怪物还有 BOSS， 游戏当中还有大量的隐藏的金币，咱们可以用来在商店当中进行消费。这就是法宝了，法宝有4种，一种是火球，一种是龙卷风，一种是雷，还有一种是炸弹。这款游戏有一个非常核心的设定，但是隐藏的比较深，可能很多小伙伴不知道，就是当屏幕上存在玩家的攻击判定，你再去触发隐藏的钱币还有钱袋的时候，数量会变多。原本咱们可能只会捡到几块钱，但是使用这种方式之后，你会捡到至少60多。但是这个判定还是比较严格的。这算是游戏的一个隐藏的要素吧。不过游戏当中需要花钱的地方并不太多。虽然你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把金币攒到8000、9000，但实际上通关一次大概花费2000左右的金币就够了。刚才我进入了一个隐藏，可能很多小伙伴记得，红白机版也有类似的地方。这里又打 BOSS 了，这个 BOSS 的位置和红白机版都一样。进 BOSS 的房间之前，我进了一个隐藏的门。本作的隐藏要素，除了隐藏的金币还有钱袋之外，最重要的就是升级满咱们的武器。那红白机版本的《西游记》呢，就是最后升级成金箍棒。另外，咱们还有一个贯穿了整个游戏流程的隐藏道具，需要进很多的隐藏的门来进行交换。最后交换的物品有2个选择，您可以选择交换钟还是红宝石。钟的作用是在最后一关迷宫里走到正确的路口的时候，它会发出声响。红宝石的作用是在最终 BOSS 的时候，减少最终 BOSS 的一个阶段。所以说，如果你最终关迷宫比较熟悉的话，你就交换红宝石，这样打最后 BOSS 的时候比较快。这里又是 BOSS 战。这个 BOSS 我现在看他的攻击方式，我都知道原版他是哪一个 BOSS。咱们现在打的是第2关，关卡名称叫做和平谷，第1关叫做仙境之城。仙境之城应该是取得日版的名字，因为日版的剧情和美版还稍有区别，但讲的都是有一只恶龙占领了这片大陆，主人公去屠龙的故事。
打出的这种水瓶还有手串，其实都是加分的道具，分数就相当于经验值，分数越高，咱们的最大血量也就越多。大家注意，我现在屏幕左侧有6个道具栏，其中右下角的就是贯穿了整个游戏流程的交换的道具，它上方的像沙漏一样的就是红白机版本的金丹，如果咱们的血量被清空了，它会给咱们回复一定的血量。这个东西在商店里也能够买到，而且售价只有100块钱。屏幕最下方的沙漏计时，在关卡当中会得到补充。如果这个沙漏走空了，那咱们会掉1滴血，然后它又重新开始计时。如果玩得流畅的话，其实不太需要关注这个要素。另外，游戏当中的盔甲、还有盾、还有鞋子，算是永久性的道具。购买的话，最贵的才540块钱。法宝一般都是几十块钱一组。所以说这款游戏最后有2000块，足够了。咱们通过了第3关巫师城堡，血量最大值现在是6滴血。这里是第4关巴拉波罗市，当然了，这个名字日版和美版也有区别。我这里尽量给大家把隐藏的钱袋都捡到，但是很多时候我就不去触发它的最大化了。咱们的武器现在已经升级过1次了，之前打 BOSS 拿到了2级的武器。这里应该是卖盾的。下方的酒吧是卖线索的，加号是卖血量的，都比较直观。商店的类型在红白机版本的《西游记》里边也能够一一找到对应。甚至其实隐藏的要素都一样。红白机版的《西游记》隐藏要素就是金箍棒，对应本作的武器，还有一个打牛魔王的道具，就对应着本作的红宝石。又是 BOSS 了，这个 BOSS 的攻击方式，很多小伙伴一看也就知道是哪个怪了。只是换了个皮而已啊，非常可惜啊。神奇小子这个系列还在，但是冒险岛还有西游记已经玩不到了。红白机版的西游记应该叫做西游记世界，一共发布了2座，2座我应该都录制过，而且这2部都已经汉化了。2代的要素更加丰富一些。我现在捡到了一个浮空鞋，咱们跳跃的时候可以浮空，但是它是一个临时的道具，跳几次之后它就消失了。咱们道具栏左侧的3个空格其实都是临时的道具，最左上方的是头盔，它可以帮你抵挡几次伤害。中间的是力量手套，可以暂时增加你的攻击力。这个 BOSS 我打了2遍，
这颗大心算是一个非常好的道具了，它能够把你现有的血量结算成分数，然后再给你回满。第4关过关了，咱们血量最大值已经7滴血了。第5关是马姆沙漠，看这个地形也不像沙漠呀，好大的树啊！我又捡到了飞行鞋。像这种需要砍好多刀的怪，一般都会爆出一些临时的道具。又捡到了头盔，头盔是抵挡伤害的，盔甲是增加防御力的，盾牌是抵挡前方的投射道具的。这3种装备虽然都是防具，但是作用是不一样的。如果大家红白机的《西游记世界》玩的比较熟的话，那玩街机版的神奇小子魔物大陆应该是没什么阻碍。你在对应的隐藏位置都能够找到隐藏的要素 ，BOSS 的打法也差不多。好大一只猴子啊！我现在武器应该是比较弱了，第5关了，才是一个2级的武器，所以说砍这个怪啊比较吃力，感觉砍了好多刀。升级了，3级的武器了，看起来长了一点，但是怎么变细了呀？这个东西是总体的体积一定吗？不合理啊！按我的人设，这个武器应该更粗一点。这里终于是看见沙漠了呀！所以说本关叫做马姆沙漠，还是有原因的。这里掉进了流沙当中，捡到了过关的钥匙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我现在的交换的道具已经换成了笛子。我记得《西游记世界》交换到这个流程的时候，也是一个笛子啊，而且咱们需要爬到塔上去吹奏。我就为了这点钱挨了多少打呀！真是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后面是第6关，第6关的场景是在金字塔里边。哇，这个场景太熟悉了，真的就是换皮呀！我记得原版这里的 BOSS 是老虎，白色的老虎。和我想的白色老虎有点不一样，没关系。反正无论哪种，我都是比较擅长对付的。这里又是卖法宝，龙卷风的法宝非常的好，因为它放出去之后，在屏幕上长时间的停留，非常容易触发隐藏的金币，数额提升。这就是140多金币啊！如果不触发特效的话，那大概只能够捡到30多。这里有个隐藏，这个隐藏我就不放出我的龙卷风了。钱真的是够了，
其实通关这款游戏的话，有一把好武器就可以了。怪物方面没有太难的，游戏整体的流程也比较轻松。刚刚打那只蓝色的老鼠，爆出的道具竟然1万分，我现在分数一共才16万，打到第6关了。大家注意现在打的这种小骷髅，我感觉在红白机版本的《魔神英雄外传》里也有类似的怪。好，这里斯芬克斯会问咱们一个问题啊，如果咱们答对的话，就不用打架了，直接拿奖励。红白机版也有一个类似的 BOSS， 是不是老鼠精啊？其实斯芬克斯问的问题，咱们之前可以在酒馆里边打探到正确的答案。这里来到了第7关，第7关的老鼠是真多呀。第7关的名字叫做南波罗罗岛。我感觉自己寸步难行啊，好多老鼠。身后开始出现了，这就难处理了呀。进屋打 BOSS。原版这个 BOSS 应该是带着4个蝙蝠吧，这里带的是小幽灵。关墙角啊，很多 BOSS 其实是可以关墙角的，但是之前我的武器不太长，现在我感觉长度够了。这里出现了一个隐藏的浮动的平台，咱们可以到上边来。上边这里就相当于一个奖励关了，有很多的隐藏的钱袋。这款游戏的流程比较长，本期呢时间也差不多，我就先给大家录制到这里了。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